Hello Hello， 胖妮儿来喽！胖妮继续讲《甄嬛传》，新贵人主动请缨申请加入甄嬛战队，完全是一次化被动为主动的危机公关。新贵人作为底层的小人物，一直是很难参与到高阶妃嫔的斗争里的。这就像是一个公司的基层普通员工少有机会接触到高层领导们的利益斗争。早期皇后和华妃两方对峙的时候，普通人人设的新贵人完全没有被拉拢的价值，所以皇后和华妃选择的是直接暗害和打压。新贵人的小产是皇后下的黑手，小产之后又被华妃打压，以新贵人身体不宜侍寝为由取消了她的绿头牌。因此新贵人完全是夹缝中求生存，不是她不想站队，而是没有站队的好选择和好机会。所以她打造了社交牛逼症的人设，在对外形象的营造上，她是鸭子过河，随大流，遵从后宫的尊卑秩序，从而让大家都认定她是无公害的小透明，从而实现自保。后来新贵人搬到了储秀宫和齐嫔同住，甄嬛离宫，皇后一家独大，她的狗腿子齐嫔自然就更加仗势欺人，于是新贵人的日子过得水深火热，但她没实力反抗，只能忍。按理说甄嬛回宫后，即便新贵人自己想去和甄嬛组队，甄嬛也没有收这个队友的必要。同样的问题，新贵人没有结盟的价值，所以新贵人并没有在甄嬛回宫后第一时间就跑去拜见甄嬛。虽然他俩之前没啥过节，但也没啥深层的交情，更重要的是他连个像样的投名状都递不出来。然而齐嫔变相给了新贵人一个递出像样投名状的机会。甄嬛在储秀宫附近的六棱十字路那里滑倒了，滑倒的原因是路上被掺了鹅卵石，而这种鹅卵石直指新贵人。一下子新贵人面临着空前的危机。为什么这么说呢？前面有皇后纵容的齐嫔欺负折磨她，后面又来了个不好惹的甄嬛，自己莫名其妙地卷入了皇后甄嬛的两方争斗之中，成了蜂箱里的老鼠，再不出手就会被彻底当成炮灰了。齐嫔本来的计划是利用新贵人最爱的那种鹅卵石害甄嬛流产，然后再把锅甩给新贵人，她坐收渔翁之利，这像极了皇后一贯的手段风格，应该是皇后指点授意她做的。但是新贵人心一横，决定趁机去投靠甄嬛，变被动为主动。虽然现在甄嬛刚回宫，并不能看出她和皇后的斗争实力如何，但她还是果敢地烧了冷灶，主动请缨加入甄嬛战队。这就是基层员工牵涉到上层争斗时不得不面对的被动，由于无法获取足够的信息，对双方情况无法做出有效分析，便只能根据自身处境做选择，所以站错队的几率很大。从这个维度来看，新贵人站队甄嬛有很大一部分赌的成分，赌她生下皇子，赌她能和皇后抗衡。另外，放眼当下，齐嫔和甄嬛是众所周知的敌人，那么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即便不能谋到将来长久的发展，好歹当下和甄嬛联手制止齐嫔也是好的。而他递给甄嬛的投名状就是配合甄嬛搞齐嫔，即便甄嬛拒绝了他的投名状，那么他也变相的解释了鹅卵石的事情，消除了甄嬛对他的误会，解除了眼前的危机。新贵人是个爽快人，等齐嫔嚣张的离去之后，他就直截了当对甄嬛说：娘娘你瞧，他当着你的面儿都敢这么放肆不敬，可知道嫔妾背地里受了他多少折磨？一别数年，没想到新贵人的日子也不好过。这话就是说，你看他对你不尊重，给我使绊子，咱们有共同的敌人啊。甄嬛回：一别数年，没想到新贵人的日子也不好过。这话有点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姿态，这时候的甄嬛对新贵人是存着戒备心的。新贵人便把自己的情况讲给甄嬛听。自从挪进了储秀宫，嫔妾虽然早入宫，但碍于她是主位，齐嫔明里暗里给嫔妾使了太多的绊子，少不了忍气吞声到现在。甄嬛追问：为什么不请旨搬离储秀宫呢？甄嬛这话说得轻飘飘的，还是在冷眼旁观。新贵人便进一步解释自己的难处：齐嫔很受皇后的喜爱，有皇后拦着，嫔妾如何走得出储秀宫啊？偶尔向皇上提起，还被训斥说不安分。
新贵人这话说的就很透彻了，就是告诉甄嬛，齐嫔是皇后的人，要搞齐嫔就是等于搞了皇后。其实甄嬛听懂了新贵人想要投靠她的意思，便故意引导她，你有话不妨直说。于是新贵人表达了自己的诉求，不想再寄人篱下了。甄嬛问，你是想让本宫帮你向皇上开口搬离储秀宫？新贵人再次肯定，嫔妾是不想再寄人篱下了。与其寄人篱下看人眼色，不如当个一宫主位来的痛快。说白了就是打压整治齐嫔。甄嬛听罢推脱道，姐姐好志气，只是这些年本宫吃斋念佛久了，有时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言外之意就是我凭什么帮你呢？新贵人开始表决心，嫔妾在宫中无依无靠，如今娘娘荣耀回宫，想必这风光背后也少不了辛酸。嫔妾愿与娘娘一同分担，略尽绵力。言外之意就是我知道我出身低，没啥资源，但是你如今刚回宫，也急需发展你的势力，我愿意加入，为你做事，听你差遣。甄嬛婉拒，贵人的心思本宫心领了，只是本宫但愿与世无争，有些事或许会力不从心。新贵人还想再争取一把，以娘娘今时今日的地位，怎么会力不从心？当然，嫔妾这次来的突兀，娘娘心存疑虑，思量些时候那也是应该的。再说，娘娘已经回宫，再想与世无争也不得不争。新贵人虽然是个实诚人，但情商很高，虽然知道甄嬛不愿意接受她这个队友，但还是留下了余地，让甄嬛再思量思量。而这就是她早就准备好的第二步，丫鬟 Pearl， 这是她和甄嬛的唯一交集。按理说 Pearl 是甄嬛立宫后分配到她那里的，并不是什么贴身的丫鬟，但这次她来拜见甄嬛，是特意带 Pearl 前来的，为的就是方便甄嬛和 Pearl 搭建关系，让甄嬛做好关于她的全面调查，从而给她一个机会。第三步就是送给甄嬛一个关于齐嫔的秘密，让甄嬛更好地了解皇后团队的内部情况。甄嬛拿矮子松给她试探她的虚实，她不仅表现得很好，还顺带着送给甄嬛一个齐嫔的秘密。甄嬛对齐嫔的那串红玉珠有怀疑，但不敢确信，便试探，可是论名贵，怎么能比得上齐嫔脖子上那串红玉珠呢？新贵人赶紧提供周全的信息，皇后亲赏的那东西真的是极好，独有一股异香，味道虽然很淡，但好闻得很呢。从各个角度给甄嬛暗示，你猜的没错，就是你心里认为的那样。甄嬛之前吃了很多亏，所以回宫后在用人选队友方面非常谨慎小心。她问过佩尔之后，再结合从苏培盛那里获取的皇后团队的情况，她才做出最终的决定，和新贵人联手整治一下齐嫔。而新贵人也不是吃素的，她之前的蛰伏和游离，只不过是因为日子能过得下去，如今日子不好过了，就毫不犹豫地出手了。但从新贵人这次化被动为主动，从危机中寻找机会的表现，就不难看出她其实也是心智聪明、善于筹谋的人，只不过为了更好的生存，平时都隐去了这些罢了。所以不要小看那些在职场中摸鱼或者躺平的人，他们很可能不是没有才华和能力，大抵是因为不缺钱花，或者工资给的不到位，才没有激发出努力上进的热情呀。好了，胖妮要去摸鱼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订阅胖妮，下期更精彩。